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暖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31季第9集。宁静的夜晚，弗兰德正躺在床上睡觉，突然间，他听到妻子正在温柔地呼唤着他的名字。看着眼前穿着打扮都和平常一样的妻子，弗兰德恳请他能够亲吻一下自己。就在两人正亲热的时候，弗兰德醒了，原来是狗狗在舔舐他的舌头。他自嘲地笑笑，如果不沾嘴唇，真的跟妻子一样呢。很快，他又陷入了对妻子的思念中。他独自抹着眼泪，小儿子托德走了过来，询问父亲为什么哭了。弗兰德说梦见了托德的妈妈，又问他有没有梦见过。在妈妈的询问声中，托德想起了自己某天晚上的梦。那时候他正坐在饼干车里，遨游在糖果世界，妈妈就是帮他拉车的人。就在即将驶上最高点时，车子突然坏了，小托德就这样被甩了下去。妈妈自然很关切地回头看，可他的妈妈竟然没有脸，这可吓坏了托德。他很忧伤地告诉父亲自己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了。托德表示不用担心，还有2段关于他妈妈的录像。正赶上自己的大儿子罗德也来了，于是弗兰德带着2个儿子就看起了录像。那正是圣诞节时候的录像。面对突然闯进的老辛普森，弗兰德妻子温柔地邀请他共进晚餐。大儿子罗德有些难过，妈妈是多好的人啊。弗兰德安慰着孩子，他现在也很好。托德很疑惑，难道爸爸有妈妈的消息吗？弗兰德一下子就被这话噎住了，当然没有，但是信仰就是无条件的相信。托德有些不自在，因为数学老师告诉他这样做是很疯狂的。看着自己的儿子竟然对信仰有了动摇，弗兰德很生气。托德一个人看着妈妈的录像，他希望妈妈能给他一些暗示，如果他还记得自己。但是很快录像就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。辛巴霸占接下来的时间，疯狂地刷着存在感。看着电视里这与母亲什么关系也没有的辛巴，托德难过的流下了眼泪。很快就到了镇上人民1周1次的做礼拜。小新很想逃，可是他没有逃跑。辛巴也在下面悄悄玩着手机。看来基督教徒中也有些不太虔诚的家伙呀。牧师把教区最小的教徒叫上台询问会对耶稣说些什么，看一下上帝的光辉是否会普照在他们的身上。前几个小朋友都回答的不错，直到牧师把话筒递给了托德，他接过话筒直接跳了起来，用英文哭泣，而沙尔的声音怒吼道：感谢你什么都不做，妈妈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，他再也不会相信上帝了。然后狠狠地摔了话筒。在教堂里说出这样的话，这惊呆了台下的教徒。只有新小妹偷偷对托德竖起了大拇指，他的父亲弗兰德直接就气晕了过去。唱诗班很快就在弗兰德家外活动了起来，家里的气氛也压抑的可怕。弗兰德对着自己的小儿子怒吼：托你的福，我们全家都得下地狱了，因为你在上帝的房子里打开质疑的大门。托德问自己的父亲，为什么要上帝要这么多房子，不捐一些给穷人？听着小子，你不能质疑上帝的任何财产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弗兰德打开自己的衣柜，然后骂起了脏话，骂完之后在罐子里扔进了一些钱，里面有好几个都有钱，是拿来惩罚弗兰德平时的过激行为。虽然有一点灭人欲，不过还是 get 到了新的财富密码。牧师也没能对这位虔诚的教徒有所指引，弗兰德只好把自己的忧思直接托给了上帝。上帝啊，惩罚一下我这不孝子吧，让他看看你的厉害。第二天清晨，弗兰德一家照常对眼前食物做饭前祷告，但是轮到弗兰德的时候，他怎么样也不肯开口。弗兰德十分难过，他一定要找到什么人间地狱，让自己的儿子能够被惊吓重拾信仰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隔壁传来了辛巴的声音，只见他被自己的儿子光溜溜的关在门外，小新还告诉他要想回家必须要回答他的问题。可惜辛巴的智商还是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，连续2个都没有回答正确，小新只好开启了最后的送分选项，谁只有2根头发，是某人的爸爸哦。很遗憾，他还是没能答对这个专门为他出的题目。正在他竭力想要通过暴力闯入家中时，校车已经停在了他的身后。孩子们看到这位光溜溜的大叔后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快门。眼见此情此景，弗兰德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人间地狱，那就是辛普森家。在那里，他的孩子一定会再次敬畏上帝。就这样，小托德被父亲赶到了别人家。虽然表面上是狠心的，但是父亲终归是父亲，对辛妈的嘱托倒是一句也没有落下，一定要讲睡前故事，里面不能出现任何异端元素，而且对于选材极其严格。就在小托德万分失落之余，新小妹悄悄靠近了他，劝说他改变信仰。小朋友，考虑信一下别的神嘛，你看佛祖怎么样？然而托德现在谁也不信，因为谁也带不回他的妈妈。说完他就走了。新小妹还信心满满的向佛祖表示胜利在望。这位佛教信徒最近有点走火入魔了。托德在邻居家看起来都是一切正常，然而辛普森一家却觉得这个小家伙太诡异了。他一起床就会收拾房间，简直吓坏了小新。他还会和老辛普森说话，那可是连人工智能都受不了的存在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能够听见这房子里的各个角落的声音，以至于辛巴辛妈想亲热一下都不行。辛巴打定主意，一定要送走这个小家伙。第二天，辛巴对眼前托德展示神奇的面包，上面会有耶稣的头像，表示只要吃掉就能够成为镇上最受尊敬的人。很可惜，这垃圾画技没有骗过小托德，连耶稣的名字都拼错了。看着厨房那么多落选面包，辛巴含泪一块一块的往嘴里送，真香。老爸不行，儿子
子上，小新带小托德找到了平常欺负他的小混混，告诉他们自己必须帮助这个小家伙重拾信仰。红头发确实相信上帝，是因为他发明了恶作剧。光头倒是不相信，他是一个纯粹的唯心主义者，世界在他的眼里不过是心灵的投射。黑帽子听到他如此说，一把把他推向了悬崖。光头还呼喊着，这一定是他内心想要的。托德觉得这群人死后都会下地狱，众人欢呼，这也算成功了一点。地下室里，辛巴辛妈正在亲热，楼上传来了托德的声音：“我能听见你们，不管他们怎么制造噪音，托德总能越过重重障碍，听到他们正在做的事。这简直是个移动的监听器。”辛小妹还没有放弃用佛教开悟托德，这一次她拒绝的更直接了。公园里，辛巴迎来了一个和托德安静独处的机会。他告诉身旁的小家伙，没必要去信上帝，只要随着人群附和就行了，点头或者打瞌睡。补说一句，这个办法对工作也管用。托德低下头，他只是不相信妈妈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还询问辛巴能够明白那个滋味吗？失去母亲，他当然能明白。他离家出走那一天，他并没有睡着，连一声道别都没有，就永远的离开了他。每当想到这里，辛巴都哭得像个小孩子，悲痛欲绝之际，只能到老谋子酒吧一醉方休。就在这时，弗兰德也走了进来，表示自己也要来一杯。老谋子开始不愿意给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倒酒，可惜没有挨过他的请求。他们两个就这样一杯接着一杯下了肚，从白天直到深夜，两个酒友就这样相互扶持着准备回家。辛巴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两人就被车撞倒在地。就这样，两个魂魄飘上了天堂。弗兰德上天堂却是无可厚非，可是辛巴居然也能。原来是因为上帝的儿子和他一样懒惰，上帝告诉他们现在还有其他人要见，他们只能佩戴访客证，因为他们的身体还没有凉透。当亲人濒临死亡的威胁时，可能就是教徒的心最虔诚的时刻。看着窗外那么多人为自己的父亲担忧，辛小妹很欣慰。小新告诉妹妹，那是弗兰德的乞讨团，他们的老爸在那边，只有寥寥的3个人，还有一个是雇来的。可能只有小新为老爸虔诚的向上帝祈祷，表示自己很爱他，不要带走他。辛妈劝说小托德为自己的父亲祈祷。刚开始他有些不情愿，因为他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作用，可是他还是被辛妈的坚持说动了。在现在这样的时刻，他也想为父亲做点什么。天堂里的2位男人正享受着美好生活，透过重重云层，弗兰德看到了为自己祈祷的小儿子，这很有效，他很快就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看着渐渐消失的弗兰德，辛巴听到了母亲的声音。正当他如愿的和母亲紧紧相拥之际，他也突然消失了，回到自己的身体中。家人们自然是最高兴的，尤其是小托德，现在他又重拾了对上帝的信仰。很可惜，辛小妹没有能成功劝说托德成为佛教信徒，佛祖对此很不满意。辛小妹安抚着狂怒佛祖，表示自己带来了一个信徒，佛祖还是很生气。那个糊涂虫拉尔夫，自己要他做什么？可能天生就与佛结缘。拉尔夫张口就是一切皆耶成空。看来这小子真是成佛的好苗子。透过弗兰德家庭，让我们了解了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的日常。虽然苦难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诚信而格外优待，让这个家庭永远的失去了那个善良美好的女人，可谁又能说这不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呢？弗兰德和罗德经住了考验，虽然满怀思念，却依旧怀着感恩和对生活的热爱继续前行。然而托德却始终放不下，终日郁郁寡欢，甚至一度影响了自己与周围人的生活。辛巴也曾失去过自己的母亲，并且每次都不愿意回忆起那令他伤心的往事，但是他依旧能够放下心结，和家人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正是因为他明白，比起在意失去，更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。生活正是如此，有的人必将失去，有些东西注定不能长久。人生就在失去和得到中反复轮回，那些终日困扰你的，最终都会变成过往的烟云。我们无法让逝去之人复生，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心变得强大，直到足以支撑我们满载过往，继续前行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